Hello，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一期呢，就是接着上一期的 Q&A 视频，我们会把大家问到的还剩下的没有回答的问题都回答完。这些的问题非常有挑战性，是吗？那我不会，每一个都非常深入挖掘到我们关系的这个内部。好吧，那大家如果还有其他感兴趣的，也可以看我们之前的 Q&A 视频哦。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问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一个挑战或者争吵是什么，然后它是怎么让我们的爱情变得更坚固的。哦，好植入人心的问题啊！我觉好得深刻。应该是我那次住院的时候，哦，因为大概在2023年的秋天，我也有照片，到时候我放上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因为叫什么胰腺炎，然后住院了，然后就是特别难受，每天都要挂水，然后那个时候远哥还要上班，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人。怎么讲呢？就是经过了非常艰难的一段时光，但还好那个时候有你照顾我。是啊，那个时候反正就是每天我那个下了班，我们中午就会来。对，首先是中午，我可能中午2个小时的午休，我也会赶到医院，然后来陪他其实吃饭。很远，然后晚上一般我都要加班的，本来是7点下班的，但是我一般可能就是这个不到7点我就开溜了，然后导致还被交警开了罚单。对，还被交警为了赶路被交警开了罚单，哎呀，好可怜。但是真的就是，要是没有他的话会很难受，因为医院里都是一些老头老太太，就是然后我又没什么事儿干，WiFi 还很差，对，然后还主要没有人聊天，反正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挺大的一个挑战。然后我们坚持了1周，终于出院了啊。那应该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喽。然后反正这个过了之后，这个过了之后还有挑战，因为这个过了之后要静养，然后饮食上要注意。对。然后我们大概吃了1个月没有油、没有肉的餐。对，就是因为不能进食很多脂肪和特别多的蛋白质，是不是也不行？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2个人都瘦了1圈。对，现在又胖回来了。我觉得这个真的让我们的感情就是变得更坚固。对，就2个人一起克服了这个，真的可以说是很大的困难。有一次你记不记得，就是实在是那天晚上我不想让你回去了，然后呢，我们2个人就挤在那个医院的那个豪宅，那个病床，我觉得甚至比那个大学的单人床应该可能就1米吧，感觉只有，因为它就是一个单人，还是1.2米的，但是好甜的感觉，我觉得这让我们的感情变得 get stronger，太牛宝宝。好的，那第二个问题是。怎么看待我们关系的这个一步一步的进化和演进的？这个吧，我们的感情可以因为比较长嘛，可以分为很多的阶段。我觉得第一个阶段就是我的一个暗恋。哪有这个阶段？有都没有？那只不过没在一起，你不知道，那就是我一直偷偷的在这个迷恋他。OK， 就是端尾就大概前8期的内容。对，就是反正那个时候处于我的一个暗恋状态。专注问题。我把亮亮这个老的照片，我看能不能找到。到时候放上来，他那个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可爱。年轻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喜欢他，但是他又是我的师兄，又让人有一点这个距离感，不是很容易靠近。然后呢，就是终于这个勇敢的表达了。然后他呢，其实他心里也有一点这个意思，毕竟我当年这个长得也还可以。哎呦，是。然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刚谈恋爱的时候那个热恋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比较像端尾就我感觉整个泰国的那种 BL drama。我们的那个热恋期很长，我觉得我们在一起感觉前4、5年都是热恋期，因为每天都是那种要黏在一起。我们那个比如说去什么地方是那个上班上学乱七八糟，每天都要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有一个阶段也比较特殊，就是我们的挑战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因为工作的关系要异地了大概半年。对，是的。然后那半年我们俩其实在中国非常远的2个城市，上海、我在上海，他在广州，基本上有1000多公里吧。然后但是基本上我们都能做到坚持每周末去对方的城市，然后大概这么坚持了半年多，然后终于，对，这个是挑战了，为数不多的挑战。然后后面呢就比较稳定了。就我们一起工作，我们的公司也很近，然后我们租的房子当时住的离公司也非常近，我们每天就是正常的上班下班，然后直到 emo 的到来，对，直到 emo 就进入了父母期，对，现在呢，孩子是父母最好的老师，现在就是父母期啊。现在反正就是我们期待它进一步的进化吧，希望我们能到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的进化，我觉得就是2个人除了彼此之间的感情，还多出了另外一种羁绊，对孩子的有一些亲情在，就称呼从这个爱人变成了孩子他爸，对，emo 妈妈，老了，对啊，老了也要在一起的，没事，老了我们就是那个钻石婚。OK， 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来保持我们在感情当中的一些火花和新鲜感，对吧？我翻译的对吧，老师？对，英语有进步。我觉得第一个点啊，就像刚刚那个阶段说的，你每个阶段要给自己赋予一些新的意义，2个人不能永远停留在过去。
对，要往前看，比如说养一只狗狗啊，或者甚至可能有的人会选择，比如说养孩子啊，对，这些都是很好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要给对方准备一些惊喜。比如我很擅长啊。对对对，就比如每逢别人的生日啊、纪念日啊，就是虽然在一起已经很久了，但是不能忽略这些惊喜和仪式感，对吧？对，不能把这个感情当成一种习惯，你要认真的对待它，然后你准备惊喜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自己也会很开心。对，是的，自己也很开心，不光是只有被送礼的那个人才开心。对。然后第三个点，我觉得是我们还没有做得很好的，就是不能因为有一段稳定的感情就忽略对自己的visual appearance 上的一些追求。那倒是了，我们现在都变胖了。但是我们还算不好意思，大家口下留情啊，就是相比于之前肯定是稍微忽略了一些，对，但我们有在克制，对，就是不能完全的彻底放，就不能让自己继续这个恶化下去，不然如果两个人的关系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人这个大走形、大变样，那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影响吧？也会吗？但是要看了，就是如果是一些客观原因，对吧？激素那这个，而且我觉得我刚刚说的也肤浅了，不光是外表上，内在也要一起提升。我们两个经常会一起探讨一些很哲学的理论。是的，我们来说教我。我们就探讨一些哲学话题。对，反正就会让你发现到别人身上对方的一些优点跟惊喜。对，反正就是互相都觉得，他脑子里还有点新东西。不错。好，下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问题挺好的，他问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我们怎么努力去实现。这也是上一个话题的，也可以回答一下，就有目标。对，延续我们有目标，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真的能够彻底的摆脱职场的束缚，然后过上自由的这种退休生活。也不是那种大家想象中的财务自由啊，对，只是说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储蓄金，然后呢能够支撑我们一个比较我们可能喜欢的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对，就是不要让职场太约束我们了，因为每天上班的时间那么久，然后又要面对很多无效的社交和沟通，这个让我们对自己的感情都有些消耗了。我们的目标就是呢。努力攒钱，然后呢，未来可以过上环球世界的旅行生活，但是要等在把一模送走之后，因为他们真的折腾。然后这个我们努力其实就是努力的在赚钱和攒钱。我们其实很有计划，我们那个每个月都会去记账，看我们这个月花了多少钱，赚了多少钱，一共能存下多少钱。然后去统计一下还有多久才能实现这个退休的目标。你刚才拽着我好热哦，你拽着我好紧。远一点，稍微，我很爱你啊，好热。那下一个问题其实也跟这个相关的，就是我们怎么看我们未来10年？我觉得emo的寿命肯定还有10年。那肯定的，我觉得emo能活到20多，就是可能10年后哈，就是我们就会跟emo在某一个小地方，然后生活。我们在考察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们有看像可能曼谷啊，清迈啊，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他看的巴厘岛啊，巴厘岛，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在那里生活。但是放心，我们还是会保持我们的更新的，因为这是我们的主要工作来源。但是同时我们有一笔还算不错的储蓄金，可以靠它的一些投资的利息啊来支撑我们的生活。对，是的，反正我们10年之后目标和我们刚才提到差不多了，就是比较自由的一个状态。想想10年之后我们都40岁了，10年之后不是现在啊，大家还会来看我们吗？那我们更要保持青春。对，努力吧。好 ，OK， 下一个话题，哇，这个话题问哦，对，问我们在一起之后有没有哪件事情是就因为太害羞或者太担心而一直不能跟对方。我想到一个，我马上想到一个，就是如果我是说如果 suppose 就是有一天我真的就是想尝试做1的话那你该怎么办呢？因为你没有做过。我是觉得也可以。可是你没有尝试过我没有尝试过，那我就试试呗。你也为了我尝试是吗？对啊，你也尝试一下，我也尝试一下，大家都勇敢的迈出一步去尝试一下。如果你可能觉得也不好玩呢，然后我可能觉得也不行，那到时候再说了，我们再互相尊重。但是我就会有点担心，我一直不敢问，就是因为你没有做过保险，就万一对吧？人生还很长，那万一有一天我突然就是想 switch 一下呢，对不对？我觉得可以的，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这有啥不能试？可以的。你呢？而且我也不怕疼。不是那么简单的，好吧？你呢？我说了，你不能生气啊！已经开始有点生气了，我说吧。其实这样你知道我的初恋对吧？就我在很小，那我高中嘛，高1、高2的时候，然后我们已经分手很久了，但是呢，他是我高中同学，每次回家可能有这种同学聚会什么的，我们都要见面，而且我们关系其实现在还可以，就是那种
纯朋友的关系，你懂吧？所以呢？所以我就说，那好朋友，你也以后也不用担心我回家又见他什么样的，你也认识一下就好了。啊，就这个事儿啊。对啊，这还好啦，就我相信你，是吧？因为我觉得过去真的很久了。对，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如果能跟前任保持一个还算好的关系的话，其实说明两个人在这段感情当中都问心无愧嘛。其实反而是说明你是一个好人，而且你们俩除了这个身份之外，虽然我不想说那个词儿，还有另一层关系嘛。对啊，我们就是高中同学，然后真的是很关系还不错。所以呢，还没有结束吗？可以做朋友，好吧？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这个问题呢，其实跟刚才你提到差不多啊，就是关于我们的 top 和 bottom 这个划分的问题，我们到底是怎么确定这个角色的？我觉得自然而然的耶，就是你两个人亲起来，不就会有一个对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我也感觉是比较自然的。我们好像没有过讨论吧？没有讨论，就是我们第一次那个做爱的时候，不是啊，不要说这么具体。我的意思就是我们第一次做爱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就确定了进入了他的身体。我没有想象到是这么直白的一个表达。哎呀，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是因为很多人他是 verse 嘛，对，那可能就是讨论是必要的。但在我们这里的话就还好。对，我们俩在这方面没有经过特别困难的一些沟通。但我觉得他的问题可能是想问你怎么从外表上判断，因为我想追他，我想跟他在一起，但我怕他跟他冲突了怎么办？我就是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好像通过外表判断好难，还是问吧。但这样问也很尴尬哎。这可以问嘛？对啊，现在哪怕你在那个，我有一个办法，你在软件约炮都得问呢。不提倡，我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现在去看，就他的各种 TikTok 啊或者 YouTube 他的那个点赞啊，你看他喜欢的是什么类型的啊，有道理，对吧？然后你就跟大家看，觉得这个型跟我是不是一个型？因为一个人他可能自己跟他内在也许有很大反差，但他喜欢的型，从大规律上来讲应该是一致性的，这个不错。好，明白了。下一个问题，最后一个，你们最喜欢对方的哪一点？这好像也有，难道不是外表吗？像上期好多人说你长得像那个《庄尾就》里的庄你给他道歉，现在。萨瓦迪卡。好了，除了外观好不好？因为这个就没什么可说的。是的。我觉为是对我而言是他的一种内核的稳定，情绪的稳定，就是能给人很大的支持感。因为我是一个情绪不太稳定的人。他总是说我可能有精神病 psycho。当你每次就是感觉情绪在崩溃边缘或者已经崩溃的时候，然后他都能很稳定、很安心的给你回应和输出，这种就让人觉得很安心。我觉得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我的脾气变好了很多。不得不说，情绪稳定了，不会因为很多小事就那个暴走。真的，我以前是非常不稳定，可能因为我们家族遗传史。没有，你还很可爱了。你呢？我对于你来说，咱俩其实是有点相反的。我是喜欢你的这个很多变是吧？很多变。然后等一下，这是好词儿吗？我想问。是啊，就是你很有趣啊，就是变来变去的，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我还是觉得不是好词儿啊。然后一会儿很高亢，一会儿很低落，反正就是一个惊喜，对，一个变化和惊喜。因为我是双子座，我特别喜欢这种。可能不是很喜欢那种一成不变的，反倒是喜欢你这种这个很多变、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因为我平常我没有跟他在一起之前，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感觉我过得像那种老人一样，就是很死寂。我只能说，是不是跟我打游戏都很有趣？对。然后自从跟亮亮在一起了，就是他给我的生活增加了很多的那种色彩。我就感觉，感觉比之前的生活有意思多了，真的是很互补哎。你看，如果两个神经病在一起，就会天天吵架。然后，如果我也跟你一样的话，我们两个人就会过得像那种独居老人一样。对，是的。反正这个就既是非常合适，又让我非常喜欢。爱你了。那我们今天问题是不是都结束了？对，都没有了。问题就是这些。谢谢大家的提问。大家都好会提问哦，好有深度，真的很有深度。我以为已经完成了一场深度访谈节目，把我们内在那些我们都自己还没有发掘的都给勾出来了。对，是的。大家如果还有其他问题，也欢迎在这条视频下面留言哦。我们等载到更多问题，下次再给大家出一期 Q&A 好不好？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